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大佬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双手三角纹，穷不过五。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案例，这位女士1987年生肖兔，四指聚拢，中指与无名指开端缝隙明显，四指中端褶皱比较明显，一般代表早运艰辛，起伏波折，早不于前，好在龙长虎短，衣食无亏，经过不断打拼，水到渠成，丰足衣食。右手天纹尾端分支与地纹和人纹相交，聚于一点，形成类似的爪字纹。这种手纹一般任劳任怨，持家之道明显，玉柱纹相对清晰，由掌根底部延伸，穿过人纹和天纹，到达中指根部，一般先苦后甜之象，进入30岁以后，事业财运会更进一步。掌内生命线与智慧线以及玉柱纹组合而成一个封闭的三角纹，三角纹出现在这个部位，一生钱财不断，衣食无亏。古有手有三角，穷不过五之说，意思是说三角纹出现在手上，富贵有望，一生钱财不断，待到25岁或者35岁左右容易发富发贵。感情线伸长，底端有些分支，代表婚姻上30岁之前容易分歧，夫妻之间是非多，30岁以后情感会逐步稳定。智慧线短并且稍有分支，学业不佳，并且注意脑疲劳，实际辅助17岁下学。最近几年老是出现偏头疼的现象，长色红润，一生不断钱财，运势上升之象。地纹明显分叉，一般不利母或者母亲身体不好。结婚线两条长短不一，并且有分叉现象，代表婚后夫妻之间意见分歧大，实际夫妻结婚时有争吵，目前2女1子，但是进入32岁后不会有太大分歧。左手三角纹明显，玉柱纹穿过人纹和地纹两线，先苦后甜，步步登高之象。手相中三角纹由生命线和智慧线与玉柱纹或者其他纹理组成的三角形图案。此纹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管理能力，金钱运相对不错，运势强盛，非一般常人能比。素有手有三角，富到99之说。2. 大富大贵坎鱼纹手相代表着什么？很多人对手相这一方面只是一知半解。鱼纹指的是两个交叉排列的纹路，形态类似爻字，速成的坎宫位于人的手掌靠近手腕的部位，那么坎鱼纹自然就是手腕处的爻形纹路。很多人说坎鱼纹意味着大富大贵，究竟是不是这样？一，什么样手相才能算得上是坎鱼纹？鱼纹就是类似爻的纹，坎鱼纹就是在手掌坎宫及手掌靠近手腕的位置有鱼纹。有这样手纹的人多有田产，而且能找到对自己有帮助的另一半，家庭能美满幸福，子女多有出息，并且自己多能在婚后事业蒸蒸日上，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财运等会主动找到自己。古语云，纹理如鱼坎未藏，妻饶相授福田庄。因何子授官颁爵赖的乾宫井字纹，在坎位有如同鱼一样纹理的手纹，多能在事业或家庭上获得妻子的帮助，家庭美满，事业顺心，并且子女多能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或学有所成，主要是因为乾宫有井字纹。2. 坎鱼纹的手相代表着什么？坎鱼纹实际上说白了，便是手里坎宫场所生长发育出的鱼形纹理。在相学中，此类掌纹特点的寓意便是身主博学多才，工作能力挑求，并且贵人运还十分昌顺，因此在其一生的发展趋势全过程中可谓是万事顺遂，一帆风顺，并且在其完婚以后还会继续进一步催旺爱人的人生道路运程，进而使之家庭美满，日常生活富裕，可谓是典型性的荣华富贵之相。这样的手相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手相，但是在顺利发展的人生路上还是要小心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哪些与坎鱼纹一样的富贵手相？ 1. 美禄纹。美丽纹状似女字形，一般生在中宫、对宫、坤宫、艮宫占多数。在相学中，此类纹理掌管的便是身主的人际交往运程及其贵人运势，因此生有美禄纹的人到其一生的发展趋势全过程中通常都是会拥有众多贵人指点迷津，进而使之一生朋友诸多，福泽深厚，并且在其晚年时其还会继续慢慢长出高寿之相，从而促进其日常生活更为美满幸福。2. 宝镜纹。宝镜纹状似圆卷如宝镜握在手掌心当中，在相学中是同印权威性的代表。此类纹理生长发育在八荒对三宫主五官全直，别的宫为内情，因此实际运程怎样还是理应依据身主的本身具体情况做深入分析。但是总体来说，此类手相纹路实际上便是荣华富贵的代表，不管从文还是从武，身主都是会已有一番乾坤。
3. 算命先生说，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准得吓人。第一，形体，手后肉多有福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且擅长掌干事，有方案节状稳重，属于官运之长相。掌薄掌长指短，即使其他文现在好也无关之相。掌后背圆，一世好风光。也就是说，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血管和骨头，掌心掌背都肉多，摸起来温暖和踏实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龙虎相配富贵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手相中手指为龙，手掌则为虎，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只可龙吞虎，不成虎吞龙，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第二，符号，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生平不劫钱财，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直奔中指，事业不变。太阳线较着，在业内享有必定的胜利。小指财运线较着，财运丰隆，手有余钱。第三，纹理和符号均配，宜这位女士明堂低洼，八卦丰隆，并且玉柱纹清楚了然，线过两桥，一闹事业不变，财运丰隆之象。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字纹，古相书言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之说。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一样平常诚如今掌球或掌心时，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随意获得横财、外财或不测之财。二，玉柱纹清楚直上，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事业线的长势好，再加之其他纹线的配合较好，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婚姻幸福，钱财充足。事业线又称命运线，其笔直向上延伸，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其人事业心很强，干事有气概气派，且率领力很强。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则其才能出众，常有贵人护助，并且福泽很大，仕途中官运利势。第四，手相中纹理、符号、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有余相不独断。其次还有一种就是掌色苍白，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福的浸染。掌色苍白不劫钱，不露受三宫高凸有弹性，事业线清楚直上，事业有成，钱财充足。四，非常罕见的5种奇人手相，10年难得一见，必是一辈冲天富豪命。一，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二，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三，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四，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五，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妇，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今天我们来讲讲手相田字纹在手，一生不断钱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这位女士1987年生肖兔，4指聚拢，食指与中指缝漏明显，一般容易是非多，容易漏财，
并且容易招小人，掌面掌骨突出，做事比较干脆利索。右手玉柱纹清晰明了，但是曲折并且出现横切线，事业上容易好事多磨，早不聚财。看其事业运在32岁可以更进一层，中晚运会有明显起色，早运不利投资。生命线上出现明显的希望纹，事业目标明确，并且逢凶化吉之象。巽宫田字纹一般衣食无亏，一生不断钱财，感情线深长，并且没有杂纹，婚姻相对稳定。结婚线两条长短不一，并且有分叉现象，一般夫妻之间容易分歧，多加注意沟通交流。左手川字纹明显，玉柱纹断续明显，一般早运在事业上付出大回报小，难以起色。田字纹位于巽宫掌丘最好，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是田字纹在手，车房不用愁，注定一生好运吉利又富贵。当然也要搭配好的手相，根底才能产阳尽染的。如果好的纹理再搭配巽宫田字纹，此生必定多车房，是大富大贵之人。田字纹出现掌心位置，经商能力很强，可以获得很多财富。手相中出现田字纹一般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因此而发财致富，田园广阔。古有田纹在手，田宅无边之说。田字纹一般在掌丘巽宫或者三大主线附近最好。田字纹出现掌心位置，经商能力很强，可以获得很多财富。第二，掌中三才纹，最怕一纹冲是合一。三才纹有哪些说法？掌纹是古代手相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古人认为掌中的纹路是一个人的命运之道，从各种不同的掌纹中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命运富贵前程后世。宋代的麻衣相法全编论掌纹有云：手中有纹者，意象目之有理，目之纹美者，谓之寿财；手之有美纹者，乃贵之也。故手不可无纹，有纹者上相，无纹者下相。纹深而细者吉，纹粗而浅者贱。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人就是通过手掌纹路的分布走向来判断出人的命运格局。古代关于掌纹的相术记载，《玉馆赵神剧》记载的更为全面。这本书里面一共记载了72种不同的掌纹，称之为掌法贵贱72格。古人说的三才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助有气，一纹冲破变无情，就出自于这本书。何为三才纹？三字经有言：三光者日月星，三才者天地人。在手相学中，三才纹即天纹、地纹、人纹，分别对应的是感情线、生命线、智慧线。古代相学家认为，三才纹是人的三大主纹，掌管手中三才。有此纹者，手指与手掌长度一般无二，掌心三条纹路既深又长，清晰可见，且没有任何杂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汉字的川。因此三才纹又有川字掌的说法。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叫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不多，都是极好的寓意。在神相全编中，对三才纹有更系统的解释。三才纹乃掌中三大纹，人人有之，乃在母胎受气形成，情长眼耳而成，十分辛苦。自上至下，第一纹居火为天纹，主根基；第二纹居土为地纹，主财路；第三纹居明堂为人纹，主福德。天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感情线。古人认为，若是这条线红润深邃的话，则命格富贵，祖上基业稳固，事业上可得父辈之人的帮助，自身财运有加；反之，则父辈身体欠佳，财运一般。人纹就是一个人智慧、事业能力的体现。古人认为这个纹路是大多数人都有的纹路，且与天纹相连，代表人的正常思维能力。地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命线。当古人看到地纹色泽红润、粗细均匀的时候，通常被视为母亲身体康健、自身福星高照的象征。所以在古人看来，这条线代表的就是母亲和自身的寿命以及自己的福运。古人认为三才纹缺一不可，主人之寿命与财气。所谓一纹冲破变无情，则是说凡有一条纹路断开，或者有杂纹冲破，这些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过无常经中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命由心造，不自我照。实际上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掌纹确实能够反映人体的境况，但以此来预测人的一生却毫无科学根据，所以无需泥足深陷耽误前程。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便能自然得到更多福报。第三，6种越老越有钱的手相，儿富女贵，老年必定发达。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
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迹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痘。拇指、无名指有痘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明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的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一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5. 十字纹在手相当中，若是一个人的食指下方的位置处长有十字纹，则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个人的事业发展会比较顺利，无论是在哪个行业，都必定会成为佼佼者。而且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做事有原则，个人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处处都会拥有极高的发展，所以大多数的情况，这样的人不差钱，自己也不愁钱，日子只会越过越富有。6. 玉柱纹在相学当中，手心拥有2条事业线，就会被称之为玉柱纹，而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下面，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下面，是晚年得运的一种手相。而一般的情况下，拥有这样手纹的人，年纪轻轻的时候目标性不强，容易一事无成。随着阅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变得清晰，并能为之奋斗，中年会因为碰到机遇而成功。这种手相越是到晚年，好运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又孝顺，晚年福禄皆沾。总的来说，手相报富纹在传统的手相学中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指标，但它并不能成为推测未来和实现成功的唯一依据。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科学的态度，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能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第4，手带财印，钱财无尽的发大财手相，看看你的手有没有。1. 双事业线的人，正财运和偏财运都可以。主营业务中断较多，说明个人的正常工作不稳定，波动较大，或工作变动转行较多。偏财的事业线是直线上升的接近地面的线，偏财财运往股票基金、证券、期货、保险或灰色收入。2. 串字掌2条智慧线，拥有2条智慧线的人，兴趣广泛，学习能力强，缺点是容易急躁和厌烦。事业线清晰，工作能力强，也有创业运。虽然我的大部分活动都是我不擅长或不感兴趣的工作，但我常常可以被放在更好的位置。3. 感情线比较清晰，但是有干扰线，感情比较早，但是感情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他在36岁左右特别容易出问题。家庭的另一半也可以以事业为导向，最好照顾好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否则他们很容易成双方的忙。让我们来讲讲手有金3旗，富贵无敌的发大财手相。1. 掌中有3旗，所谓的3旗，就是指手掌上的巽离坤这3个部位隆起饱满，则代表的是聚财相。个人的手里抓财的本事强，有自己理想的处事方法，命中多显贵，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得到贵人的帮助与提拔。而且这样的人，尤其是在经商方面的成就会非常的高，个个都是福气相，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2. 掌色红润，巽宫高凸，财运纹明显，明堂低洼，财运稳定，
钱财不断。手掌指配合龙虎相配，指爪有收表示做事有分寸，四指无漏表示处事紧密，一丝不苟，贤妻良母。食指与无名指几乎等长，小指袖长，一生事业有成，钱财不断。3. 男士手相不错，会有大前途。首先，你的手掌厚实而有力，三线伸长，根基深厚，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M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越老越有本事，财运越大。事业线与生命线和智慧线构成三角纹，财运加强，富贵有望。4. 女人的感情线上翘，也是婚姻很不错的情况。这位女士生命力旺盛，运势根基极佳，婚后必然衣食无忧，夫妻感情深厚，并且孩子聪明听话，生活会很幸福。第二，注意手相中极少见的富贵纹，同时出现这3种注定一生富贵。看手时明，手上的珍稀花纹和39同时丰富。人生总是跌宕起伏，痛苦快乐，人生的运气有时难以捉摸，人的命运也很难把握。怎么知道有没有财富、婚姻状况或财富，这些也可以手工挑选。从你的手掌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属于上流社会。手掌上罕见的图案也很罕见，如果这3个特征同时出现，那就有9个财富，你有吗？在一个人的掌纹中，许多特征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除了3条主线之外，细分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出现在你手掌上的线条可能会有重要的含义，它可能给你一些有用的信息，也可能增加你的财富，或者它可能是你身体的一个重要变化，导致你手掌的变化。透过这些线条可以看到1、2个在你的手掌中有一些能带来财富的手部特征。这3个是最好是合2为1。掌心的太阳线也是一条著名的成功线，代表地位、名望、成功和财富。只要太阳线的方向是在无名指的方向上，无论起点在哪里，都是本相的特征。这条线也很长，这些人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地位和金钱通常是有联系的，所以这样的人财富是相当不错的。现实生活的模式出现在掌心，不可移动的模式是一条连接太阳能线和商业线的水平线。有这种特点的人通常都有房地产。水平线出现在底部下方，说明时间会更早，这些一般都是祖先的庇护所，很有可能祖先留下的一些宝藏突然成了家。还有做生意的时间，前期很可能得到长辈家或贵族的帮助，事业也会顺利，财富自然是极好的。在你的掌心有一个方形庭院，这是一个规律的天空线和人的线，以及事业线和成功线模式。这样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两者的状态都是完美的。像他们这样的人被公平公正地评价，像他们这样的人非常可靠，是个好搭档。然而，这种模式仍有一些缺陷。情绪线较低，接近智慧线，正方形会显得狭窄。心胸狭窄的人会有情绪上的压抑，气量变小，容易与伴侣吵架，失恋的机会会增加。第三，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 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3. 拇指、无名指上有痘，痘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痘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痘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
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4. 小拇指上有指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指纹。小拇指有1到2条指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指纹超过2条，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5.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的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5. 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6.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朝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8. 拇指上存在斗纹。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簸箕纹路的话，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9.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俗语是民间千百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更是民间人们广为流传的智慧。俗语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包含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老祖宗经常说宁叫嘴受穷，不叫病缠身，比如说老不懈残经，少不识壮火，再比如说不怕青龙高万丈，就怕白虎抬头望等等，这些都是民间老祖宗总结的智慧。还有一句便是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那么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民间的俗语都是老祖宗在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往往有着简单朴素、通俗易懂的特点。所以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的意思就是如果掌中有悬鱼纹，那么此人必然是龙虎榜上留名的人。所谓龙虎榜，就是指古代的科举考试上榜的人员。龙虎榜一词出自《新唐书》，当时韩愈等名人都在同一批科举榜单上，后人便称那一届的榜单是龙虎榜。再后来，民间的老祖宗便用龙虎榜来代指那些科举登科的人。而在这句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的俗语中，龙虎榜其实指的非常广泛，还有富贵荣华的寓意在其中。那么悬鱼纹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老祖宗会说掌中悬鱼秀，龙虎榜上流呢？所谓悬鱼秀，其实只是一种比喻。
老祖宗将手中的纹路比喻成是绣在手掌上的，而悬鱼纹就是一种在手中像倒挂着的鱼一样的纹路。老祖宗认为这样的纹路可以预示着这个人不仅可以在考试中名列前茅，甚至福禄财一样都不会缺。但其实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相信这样的说法了。虽然这样的说法有失偏颇，但是在我们的风俗文化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老祖宗有这种掌中悬一绣，龙虎榜上流的说法，其根源是与老祖宗古代的传统文化相关。古代的命运观十分盛行，老祖宗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在原始社会，甚至是到了黄巢时代，人们的生产力依旧不是很发达，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出现了贫富差距，开始出现了尊卑贵贱，开始出现了寿长命短。普通民众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只能将其片面地归结于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为了探寻不同之间的不同命，便产生了从一个人的形体相貌、情态举止等方面来探寻人们的命运。而这句掌中悬一绣，龙虎榜上流的俗语，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我们经常说二大有福气，比如说民间有俗语称一箩穷、二箩富、三箩四箩开当铺等等。甚至民间还认为头顶上的八旋可以预示一个人的性格、智慧以及未来的财富，比如有些地方就有一旋好、二旋愣、三旋大家不要命，或者一旋好、两旋坏、三旋脾气怪等等。但其实这些说法都是老祖宗片面的经验总结。第二，俗语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三纹指什么？老祖宗的识人术。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人们通常都会以博大精深来形容。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理、老庄之思想、诸子之经典、儒释道的文化内涵，以及浩瀚如烟的博大精深的经史典籍等等。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也并不仅限于这些浩瀚如烟海的经史典籍，而是老祖宗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对老祖宗特有的思维方式和逻辑。而这些东西除了在典籍中有记载之外，还可以通过民间的风俗传统来表现。就比如说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这句俗语，其实就是老祖宗对世界认知的体现。俗语是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间生活的一种，老祖宗将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将老祖宗的文化智慧，甚至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也都与俗语融合，总结成一句句脍炙人口的俗语，流传于后世。这些俗语不仅内涵深刻，而且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很多俗语便是源自于老祖宗所总结出来的识人术。而这句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的俗语，便是老祖宗对识人术的总结。那么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这句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的俗语中所提到的三纹。所谓三纹，指的便是掌心中的圆形纹、米字纹和井字纹。老祖宗认为，手中如果有这三种纹，就预示着会有横财和偏财入门。当然，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为当下的人们所认可。人们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具备合理性，甚至还有点迷信。但是就是这样完全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手纹和财运，却被老祖宗所接纳。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也很好解释。这句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俗语出现的原因，其实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其一便是老祖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民间常说人有五福，福禄寿喜财，而财作为民间人们生活的基础保障，更是老祖宗们乃至当代人最渴望的一种朴素的愿望。所以这句俗语中的后半句便是表达出了老祖宗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渴望。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所以民间才会有这样的俗语流传。其二，贫贱富贵在当今的人们看来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得到的，但是在古代那种社会环境下却并不完全是如此。所以人们才会渴望寻找到一种方式，可以探寻到所谓的命运。于是民间便出现了从手中的纹路，从一个人的长相，甚至从一个人的身材、行为、出生时辰等等来判断一个的寿夭祸福、贫富贵贱等等。而这句俗语便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会诞生的。民间其实除了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这样的俗语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俗语，比如说男看鼻子女看嘴，一生富贵少是非，眉上一根长，能抵万担粮等等。这些俗语都是老祖宗的经验总结，虽然不见得完全正确，但却是老祖宗的一种思维模式以及生活观。而且
这样的识人术经验，往往也是融合了很多文化内容，才被老祖宗所总结归纳出来的。第三，明教龙吞虎，不让虎吞龙是啥意思？你的手掌是哪种？龙虎指啥？在我们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中，识人术便是其中的一种。老祖宗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眼神、笑容、言谈举止，甚至是他的长相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甚至是他们的福祸贵贱。古往今来，老祖宗们在识人之路上进行了诸多尝试，有从人们的长相来看的，有从人们的骨头来看的，有从人们的出生年月来看的，还有从手来看的。民间的老祖宗也将这样民间的经验智慧总结成了一句俗语，其中就有这样的一句：明教龙吞虎，不让虎吞龙。那么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谓龙虎分别指的又是什么呢？这句宁教龙吞虎，不让虎吞龙中的龙指的手指，而这句俗语中的虎则指的是手掌。这句话的意思自然就是宁愿让自己的手指长一点，如果是长于手掌，就是所谓的龙吞虎，那就是比较好的预兆。而如果是手指比较短，甚至比手掌还要短，那么会是虎吞龙，这样的手自然是比不上手指长于手掌的人了。其实这样的俗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代人看来，这句话说的不太客观，没有任何一组可靠的数据表明手指长的人就要比手指短的人过得好。那么老祖宗又为什么会得出宁教龙吞虎，不让虎吞龙这样的结论呢？在老祖宗的眼中，长的手指一般都是比较符合人们审美的，而且手指长的人在民间老祖宗固有的印象中是聪明富贵的标志，而五指较短则恰恰与之相反，是比较潦倒的一种预兆。同时对于手掌来说，也是长厚的手掌比较好，老祖宗认为手掌长而厚才会有不错的富贵降临，而如果是短而薄，则不是什么好兆头。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